我从没想过，一觉醒来，我的父母竟然变成了陌生人。3个月前，因为一场车祸，我失明了，但就在昨天，我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。我刚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父母，却在我的床底下发现了揉作一团的纸巾，纸巾上面写着一句话：不要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。这个他们很显然是指我的父母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小美，妈给你炖了点燕窝。母亲和蔼的声音在门后响起，我随手便将纸巾扔进了垃圾桶。可当母亲打开了门，我的瞳孔却猛地一缩，我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端着碗站在门口，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她的嘴唇涂得鲜红，脸上的笑容看着那么的怪异。这分明不是我的母亲，但奇怪的是，她的声音竟和我的母亲一模一样。我刚想质问她是谁，却突然想起刚刚纸巾上的话，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看得见。女人担忧地朝我靠近了一步。小美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摸索着坐在床上，缓缓说道：妈，把燕窝放在这里就好，我等会吃。女人说道：小美，燕窝烫，要不还是妈喂你吧。我立刻拒绝了女人。妈，我有点困，想睡一会儿，我放凉了再吃。女人点了点头，没有说什么便出去了。当她带上门的那一刻，我猛地松了口气，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打湿了。我真正的母亲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个女人又是谁？我悄悄走出了房间，一眼便看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背对着我看报纸的男人。这个人一定便是我的父亲。我左右环视了一番，确定那个女人不在客厅之后，压低声音喊了一声：啊！男人转过头来，我看见了他的脸。那一瞬间，恐惧席卷了我全身，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熟悉的父亲的脸，而又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小美怎么了？我露出一个难看无比的微笑。没什么啊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立刻反锁了门，一脸恐惧地坐在了床上。半个月前，老公一生曾经来探望过我一次，那时他和我的父母相谈甚欢，甚至被父亲灌得烂醉如泥。也就是说，半个月前我的父母还是我真正的父母。我找到手机，立刻给医生拨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，医生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。小美怎么了？我刚下飞机，可以去看你了。我语气急促地说道：医生，接下来我告诉你的事情，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医生沉默片刻。小美，只要你说的，不管是什么我都会相信。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医生。医生说：小美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从机场开车到这里大概要1个小时，想到医生会过来，我心里踏实不少。突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小美该吃药了。外面响起了父亲的声音，我心跳加快，死死地看着门外。见我许久没有出声，男人开始转动门把手。怎么锁门了？小美，不吃药的话，你的眼睛会好不了的。男人催促我开门，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门，除非医生过来。随后我听到了他下楼的脚步声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突然我又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我局促不安地走到门边，听着门外的动静，小心翼翼地趴了下来，想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动静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对上了一双眼珠子，那个男人就趴在门缝下，死死地瞪着我。那瞬间我浑身都是冷汗，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缓缓在地上摸索了起来。奇怪，我的手机刚刚明明掉地上的，那双眼睛从缝隙里消失了。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这对诡异的男女出现在我身边，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到底去哪里了，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医生的到来。煎熬地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等来了医生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医生声音听起来非常焦急。小美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医生的话让我觉得很奇怪。我就在别墅里啊，你之前来过的，你该不会找错地方了吧？我也很焦急。我就在别墅里，但是你和叔叔阿姨都不在，这里布满了灰尘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住了一样。他的话同样让我惊骇不已。医生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我一看照片，的确是在别墅里，只不过真的如同医生所说的那样，别墅里满是灰尘，看起来似乎很久无人居住了。我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厉害，守不住地颤抖着。医生，我就在别墅里，到底是怎么了呀？我还活着吗？这瞬间，我情绪几乎崩溃。医生安慰我：小美，你别哭，我绝对相信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现在听我说，在警察到来之前，不要让他们发现你能看得见。眼睛恢复视力当天，我收到一张纸条，不要告诉他们你能看得见，而这个他们指的是我的假父母。我刚要去楼下拿充电器，却被我的母亲叫住。女人的脸凑得离我很近，嘴角咧开一个夸张的弧度。小美呀，我才发现你走楼梯的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呢，你是不是能看见了呀？妈，我看见了，会和你说的。我在这里生活了3个多月了，自然走得快。女人笑了笑，伸出那双冰冷的手摸了摸我的脸蛋。我还以为小美能看见了呢，要是小美能看见了，可不要隐瞒爸爸和妈妈。等女人走后，我的双腿都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我必须要离开别墅。突然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吱呀一声，橱柜的门突然开了一条缝隙，一双惨白毫无血色的手软软地垂了下来。我被吓得面色陡然煞白，这双手的手指上有一个我熟悉无比的黑痣，这是我母亲的手。我双眼通红，浑身颤抖，这双手毫无温度，甚至已经发青，一看就不是活人的手。我的母亲不是失踪了，而是遇害了。这对男女杀死了我的母亲，藏在了这里。这一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跑。当我转过头时，竟看到男人从我对面微笑着走来，他的视线先是落在了橱柜外的那只手上，随后猛地看向了我。小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眼睛怎么这么红？
男人的声音十分关切，但我看到他拿起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猛地朝我的眼睛扎了过来，刀尖就停留在我眼睛的1厘米处。这一瞬间，我爆发了强大的求生欲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被发现能看得见。见我的眼睛一眨不眨，男人才缓缓放下了刀。小美，爸来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男人打开了橱柜，我母亲的脑袋就这样滚了出来，滚到我面前，我差点尖叫出声，但我还是要装作没看到的样子，对男人露出一个微笑。好的，爸。但紧接着下一幕更让我惊恐愤怒，只见男人拉开橱柜，他把尸体扔在了桌台上，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举起菜刀，手起刀落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同时涌起巨大的悲伤和绝望。我想要离开这里，但却被男人出声阻止了。小美，帮爸爸一个忙，这肉有些难切，你帮爸爸扶着点。他是想试探我的反应，我是绝不可能面无表情地看着男人肢解我母亲的尸体的。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微笑着说道：爸，我有点累了，想要回去休息一下。男人也笑着说道：那你去休息吧，这里爸来处理就好了。回到房间之后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深爱的母亲死了，很可能我的父亲也遇害了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和警察说完我的遭遇，并告诉了他们别墅的地址。警察让我锁好房门，在里面不要出去，并告诉我他们会在半小时内赶到这里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立刻反锁了房门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上楼的脚步声，男人的声音从门后响起：小美，爸爸已经做好红烧肉了，你下来帮爸爸尝尝味道吧。听到男人的话，我十分愤怒，我紧紧地盯着门口。爸，我现在不太想吃。紧接着，女人的声音也在门外响起：小美妈，帮你按摩一下眼睛吧，医生说要多加速血液循环。我紧张地说道：妈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这时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响起，女人竟然配了我房间的钥匙。我立刻躲在了床底下，捂住嘴巴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。我听到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紧接着衣柜的门被打开了，卫生间的门也被打开了。我拼命祈祷着他们不要发现自己，但是我的祈祷并没有生效。2张面无表情的脸出现在床底下，对我齐齐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找到你了，小美。我居然在橱柜里发现了母亲的尸体。最近，我失明的眼睛奇迹般的恢复了，但我发现身边的父母竟然变成了一副陌生的面孔。我正纳闷呢，直到我偶然间发现了母亲的脑袋，才明白原来是这对男女杀死了我的母亲。我吓得赶紧躲在了床底，可下一秒，2张面无表情的脸就出现在床底，对我齐齐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我被吓得尖叫：你们不是我的父母，我都看见了，我的妈妈已经被你们杀了，她的尸体还被你们做成了红烧肉。女人冲上前来捧住了我的脸：小美，你能看见了，你的眼睛好了。我猛地推开她：不要再假装你是我的妈妈了，我真正的父母已经被你们杀了。男人愣愣地看着我：小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妈妈就在这里，哪有什么尸体？我一气冲到了厨房里，但离奇地发现地上我母亲的脑袋消失了，母亲的尸体也变成了一块猪肉。我面色发白，节节后退，不敢相信我看到的。这时女人突然大声哭了起来：之前医生就提醒过我们，说你可能会出现一些车祸后遗症，但我们都没放在心上。你现在是怎么了呀？我扭过头，死死地看着这2张陌生的脸庞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是我的爸妈？女人擦了擦眼睛，颤巍巍地拿出了手机。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处竟然也有一个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的黑痣。女人给我展示了手机上的照片，手机里是我们一家3口甜蜜的合照，照片上显示的日期正是3个月前我没有失明的时候。难道我真的生病了？我因为生病所以产生了幻觉吗？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真相，于是我拨通了老公医生的电话，医生很快接通了。小美怎么了？我哭喊着说道：医生，我真的生病了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来帮帮我！医生立刻回复道：小美，你别怕，我马上就到。挂掉电话后，我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，不停地颤抖着。突然，女人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肩膀：小美，你怎么不相信我们了？你病了，你病得很严重，妈妈和爸爸要送你去医院。我举起刀，猛地刺中了女人的手臂。此时，女人流着眼泪看着我，她丝毫不顾自己伤口的疼痛。小美，爸妈已经很辛苦地照顾你了，把刀放下吧。这时，医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身后，他拿出了一张精神鉴定证明，报告上写着我的精神极其不稳定，伴随臆想、幻觉等症状。最终，我下定了决心，一刀划开了自己的喉咙。我本以为我会结束这痛苦的噩梦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医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说了一句：你做到了，小美。接着，我竟从黑暗中苏醒过来。原来半年前，一对无恶不作的夫妻来到我家抢劫，我刚好半夜起床上厕所，结果被他们绑架了，并且歹徒还用刀刺伤了我的眼睛。虽然母亲第一时间报警，成功制服了歹徒，但在那之后，
我便患上了受害者综合症，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，甚至因为胆小的性格开始出现臆想幻觉等并发症。我臆想出了长着歹徒脸的假父母，并认为他们杀掉了我的亲生父母，将为我治疗的医生幻想成了自己的老公。如今我终于成功走出阴影，回到了爱我疼我的父母身边。